好，我们看到了凯瑞也要接棒访问中国大陆了。这个第3棒访问中国大陆，有助于拜习会吗？现在外界似乎不太看好哦。那央视的讲法是说，中美将深入的讨论这个气候的变化，该如何应对。所以他这个接力访华，那就是现在改以这个气候合作作为一个契机，可能来寻找接下来中美之间合作的一些共识。或是可能性哦。那中美现在因为这个贸易争端，还有军事角力、人权指控、间谍指控，现在变得非常的紧张哦。所以那就在不敏感的区域，比方说像是气候领域的合作啊，可能可以创造更多的交流跟对话，大家放下一些争议哦，大家去谈一些可以合作的这个领域。CNN 讲说啊，即使是对于气候或是环境问题哦，其实中美之间的任何谈判哦，其实都还避免不了政治的考量，也就是说，美国媒体啊，尽管是讲气候，都觉得可能不太看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问到了凯瑞，因为就是美国的媒体《国家评论》讲说，凯瑞出访中国大陆的前夕哦，拒绝以这个独裁者来称呼习近平哦，所以他的立场跟拜登和布林肯是不太相同的，他可能是比较走温和派的一个路线，所以他这一次的访华，一般预估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争议啊，或者是言行出现。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苏立文讲说，白宫尚未准备好宣布拜登跟习近平的会谈日期。那他说这个华盛顿跟北京哦，现在的关系庞大复杂而且繁琐，所以必须要谨慎处理哦。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接二连三，布林肯之后，叶伦、凯瑞相继访华。那对于中国大陆的姿态，感觉上面比较放软一些，可是共和党立刻就施压哦，就说拜登政府你应该要维持强硬啊，应该要暂停访中哦，这样才能够表达出来你抗中的立场啊。所以共和党他们现在目前是要求这个所有的官员是不是到凯瑞为止啊，不应该再继续访华了，直到北京哦同意开启军事对话，应该要用这个强硬的姿态来逼迫中国大陆哦。但是这个李尚福的制裁，美国也没有撤销啊，而且是美国自己先要求要访问中国大陆的，所以这个共和党自己也本身很矛盾，美国自己内部也是挺矛盾的，到底要对于中国大陆什么样态度，总是这样子变来变去啊。那我们来看看叶伦哦，因为叶伦接下来要出席这个 G20 的这个财长的一个峰会啊，下周要出席，所以他说现在目前要来强化跟印度、越南的一些经贸合作。那他现在说美国是寻求和缓跟这个中国大陆的紧张，可是要解除关税，看起来好像离得还有一点远哦。现在目前看起来有一个弹性跟富有沟通成效的一个沟通渠道，但是呢，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再接再厉，然后跟中国大陆主要是要应对这个债务的合作，还有全球的挑战。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却还迟迟不松口哦。可是又转头去到了 G20， 要在这边做一个地缘政治什么台下议程，因为他们说这个 G20 的财长跟央行的行长哦，7月17一连2天哦，在印度要举行相关的会议哦。那与会者可能会花上不少时间来讨论地缘政治的角力跟相对应的影响。那换句话说，可能主轴上面还是会绕着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要对抗中国大陆这个话题来谈。那现在目前的芯片制裁哦，看起来美国不断的在提案说要这个追踪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业，现在是2党都联合起来提案哦。我们看到包含了民主党、共和党哦，都有联合提案。他们说，现在美国投资于中国大陆科技部门的情况哦，草案要求光是在投资之前就应该要先通知，而不是做事后的审查。那苏立文的讲法是，现在中国大陆啊限制关键的矿产哦，你们这样子想要反制美国，结果会是挫败你们自己啊。他说，美国并不是要结束跟中国所有的贸易，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上，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去风险啦。所以拜登政府继续实施这个小院高墙的策略。那苏立文讲说，他不能了解中国决策者的想法，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认为呢，你们这样做会害到你们自己啦，只会加强其他国家去风险的决心。但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对照看一下 Intel 跟辉达的高层哦，反而是要赶快这个去访问华府啊。访问华府是什么？要阻止晶片销往中国大陆的管制啊，因为其实他们自
自己美国的企业都已经受不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制裁，反倒是害到自己这个美国的晶片产业非常的深哦。所以美国的半导体巨擘他们的高层也拟在本周亲自要去华府一趟，要去说服这些官员跟议员展开最后一搏哦。因为如果提出这些相关的销往中国大陆的限制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整体的销售甚至营运出现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苏立文那个话，他都跳出来回应啊，就表示真的痛啊。这刚好表示中国反制的点是正确的。就是苏立文，你到现在还不了解，那我告诉你吧，人家终于知道美国就是吃硬不吃软，就这样。所以只能硬碰硬啊，然后再来交易吧，就是这样啊。不然那个高科技的厂商怎么会去华盛顿找你们呢？啊，事实上比较值得注意是英特尔啦，啊，因为英特尔毕竟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黄仁勋啊。我们说实在话啊，因为他是家大业大很久了嘛，啊，那这个基辛格啊，就是他的 CEO，他3个月内去了中国2次，而且在中国公开讲说英特尔不能没有中国市场，他就公开这样讲啊。那他本来已经要设计出一个特供晶片，就 follow 你美国那个有技术等级的限制嘛。比如说黄仁勋那个 NVIDIA 他也要做一个 A800。那因为最近听说7月23号白宫要做进一步的限制令嘛，说这种特供晶片你都不能卖啊。就简单讲啊，以前那个叫做高阶技术的限制，那现在叫做全面打死啊，所以我觉得那个 NVIDIA 是让黄仁勋已经讲过2次了，那英特尔也是第1次讲，所以你这样太过头了吧？对，你如果做某种技术等级的限制，那大家可以理解啊。那你现在是全面要把人家打死，连那个 DUV 那个阿斯麦尔的 DUV 也不能卖，这过头了吧？哦。所以我坦白说了，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看穿了啦，就是说为什么他对叶伦、对凯瑞都比较待之以礼啊？因为他逐渐发现拜登政府里面事实上是有不同声音的，比如说叶伦跟华尔街比较熟啊，那凯瑞跟气候变迁的环保界的比较熟啊，然后高科技界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啊，就企业界啦。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越来越聪明了，他对叶伦啊、对凯瑞啦、对美国的企业家啦，就比较待之以礼啊。李强还跑去上海，跟那个王文涛啊，还跟上海的美商开座谈呢。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那共和党当然是看了，也急了。我跟你讲啊，我们做过政治的都知道，共和党急了。叫民主党不要再去中国了，这就表示共和党知道他们这样下去会完蛋了。因为中美一定会有一些可以妥协的部分嘛，那到时候是谁得分？当然是民主党得分嘛。所以共和党要阻止你啊，那民主党当然没有那么笨嘛，当然不会像自由时报那么笨嘛啊。所以民主党一定继续搞，继续搞下去。我跟你讲，自由时报你这个声音哦，你把它列那么大的一个标题啊。那民进党最好不要听进去了，因为未来民主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竞争跟合作里面，不能够一面倒向竞争嘛。对，他还是要在合作方面得分嘛，不然你执政党怎么得分呢？你再怎么竞争，你也竞争不过共和党啊，不是吗？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就看到中美高层逐渐的在酝酿一个新的氛围出来了。好，赖老师。凯瑞这一次到北京啊，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开始会谈嘛啊，已经进行4个小时了啊，时间是蛮长的，但是地点很有意思，地点不是在钓鱼台宾馆，所以隔一隔是往下降，更不是在人民会堂，而是在北京饭店啊，所以我觉得大陆这边对于凯瑞来对话，基本上来讲就是比较属于这种看起来是正式的。但是是交换意见的成分比较多，以苏立文的这个讲话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办法跟大家宣布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什么时候会会面，这代表目前来讲还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所以不管是布林肯去了，耶伦去了，那这个进展还是不大。中方要跟
拜登会谈的意愿并不强烈，但是时间的紧迫感却越来越大了，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开始往下走了。如果说要在11月美国的旧金山的 APEC 的时候，那习近平去，那要跟拜登会谈的话，坦白说，双方元首要会谈，苏立文讲的是没有错，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大、庞大而且复杂，所以要启动的所有的这个会谈前的这个准备是很复杂的，而且是很反复的，而且是不断的在折冲的，时间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对美国来讲越来越大了，因为习近平是被动的，他并没有意愿主动的要跟你拜登会谈，是拜登很想要跟习近平再谈一次。那目前看起来情况是越来越不理想了。坦白说，9月份的会谈，我觉得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不存在了。9月份，也就是说，在于印度的G20的双边的会谈，因为去年在巴厘岛就是G20的会议中双边会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低了。那现在如果要争取11月的话，美国肯定要加把劲。可是美国要怎么加把劲？因为上次耶伦来中国谈完了以后，中国大陆的财政部发表了4点主张，里面第2点就是你要做，而不是用讲的，你要做。在做的过程中，有讲的告诉你说，要把过去不公平的关税要取消，一些限制禁运要取消，一些制裁要取消。但耶伦今天已经宣布了，说这个关税要取消，为时尚早。那这代表双方的财政的会谈没有进展，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你没有动作，中方也不会有动作。那既然你讲再多的好话也没用，因为对中方来讲，就是要看你做什么。你如果没有做出一系列的事情，那中方也不会往前走，所以还是停在那个地方。话谈完了，那么机会创造出来了，但是很明显的，美国没有抓到这个机会。不过，我觉得苏立文讲的话是很有趣的。中国限制出口关键矿产是自我挫败的举动。那这句话可不可以也用在美国？限制半导体卖到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是自我挫败的举动？对呀。然后你把这个俄罗斯的在美国的资产没收、冻结，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挫败的举动？因为你让海湾的国家对你美国的金融、美国的再也不信任了。你看今天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海湾国家陆陆续续的把它在美国的这些资产，不管是公债或是其他的资产，慢慢的从美国移走，转到中国大陆来。这代表什么？对你美国的不信任。那难道不也是你美国的自我挫败的一系列的举动吗？所以我觉得用美国人的话来打美国，真的是很好用。好，将军，我认为中美双方的这方面的气氛呢，要等到年底的这个拜习会，两个见面之后谈了之后，才有可能有缓和。第一个，我们看到就军事这一方面，目前的7国军演在关岛要到7月21号结束，这个是机动演习。这机动演习的话，总共7个国家，这个它涵括的这个海空域7000平方公里，算相当大的，而且是15000人在参加。或者这个也是剑指中国大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13国军演在澳大利亚3万人，包含德国也首度参加，也包含印尼也首度参加，也派了部队到澳大利亚去做演习，3万多人，这是属于陆上演习。这是2023护卫军刀，护卫军刀每一年都会演习，但这一次的规模比往年要大，13个国家。那日本也派了出云号的这个准航空母舰，他就是讲驱逐舰这个直升机的母舰去参加这个护卫军刀2023的军演，或者在军事上面这方面的动作没有停呢。那第二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个锗跟镓的这个类金属的限制对美国的这个出口，也包括稀有金属，因为美国的这些稀土美国稀土80%来自于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限制。那这包含电动车。还有我们讲到这个精密的战机 F-35、F-22都有稀土的成分在里面，也包括了太阳能板、储能装置都要稀土。稀土产量目前世界最大的稀土产量就是中国大陆，占全世界的这个市场占比将近90%。换句话说，这个限制，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进行当中。你不管稀土也好，或锗跟镓的类金属，目前还在实行当中。第三个，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讲到的关税。
因为经济战、贸易战最重要的焦点点是在关税。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3000亿课以15%的关税，中国大陆对1000亿美国输入的这些产品课以10%的关税。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你关税就是贸易壁垒啊！你定那么高的关税，大家就是彼此互相在做关税上的做贸易报复。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美国跟加拿大还有美国跟墨西哥的这个贸易额，在去年2023，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车了，变成中国大陆是变成第3位了，被由美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第1大贸易国由加拿大跟南边的墨西哥做被取代。所以我们一看，在拜习会之前，美中这方面的较劲对抗，还有彼此之间的这种拐胳膊啊，还有彼此的互相的意志、恶意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不会停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拜登哦，感觉起来在这次北约峰会上面啊，很多北约国家好像都不太跟他这个随之唱和哦，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叫不动北约，改要叫这些小老弟们，比方说像是日本跟南韩呐，现在都变成了马前卒了吗？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尹锡悦哦，他最近不是去到了乌克兰了吗？结果呢，看看他去到了乌克兰，终于回到了这个国内。为什么要回去？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暴雨40死9名失踪哦，然后又在地下道不断的捞出这个遗体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事情当务之急要赶快回去回去访问啦，不是说赶快处理啦。所以他现在这个出访行程应该赶快砍断啊。那为什么他还在那一边这个乌克兰那边待了那么久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结束了为期8天的外国出访行程，然后现在赶快回到了这个中央灾害安全这个对策本部，说会动用一切的政策来采取救助行动哦，甚至呢还扩大了援助乌克兰的规模到46亿元。可是这样子突然访问基辅哦，反倒缺席暴雨救灾，很多来自韩国国内的一些声音，甚至一些地方媒体都在讲说，你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啊？现在是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吗？所以就直接反映到他的支持率哦大幅下降，他支持率比起上一次下降了6个百分点到32%，也创下今年最大的降幅哦，甚至负评的这个频率到了57%，还不断的在上升当中。大家觉得说你这个外交不利啊，专断独行啊，都引发大家对他的反感哦。那另一位就是这个日本的岸田文雄，他也去到了中东，结果被人家讲说，是不是想要刷日本的存在感啊？日本的媒体就讲说，他这一回去是考虑到俄乌冲突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海洋活动，所以他直接向中东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呼吁支持，然后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白话文就是你不要跟中国大陆做朋友，你站到我们这一队来吧，帮忙来劝说的嘛，甚至还要跟这个沙国来联手开发稀土资源哦。说因为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全球开始进行稀土的管制嘛，所以是不是要反制，要去中国化呢？那我们看他跟这个穆罕默德提到了要联合投资的相关协议，就是在这个矿产上面减少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国内的问题也是因着这个核污水现在看起来他的支持率也是不断在下降目前他的支持率只剩下34.3%还下降了6个百分点，所以看起来岸田也好，尹锡悦也好，这2位现在目前本身内政的问题都非常的大那是不是也要随着拜登一起用外交来转移内政的问题那其实美国他自己本身也是做的很有争议性极速弹的问题，现在这个普京已经正面的回复了，说会这个以牙还牙吗？因为这个乌克兰证实已经拿到了这个极速弹，普京扬言会采取对等的行动，所以保留这采取对等行动的一个权益那马斯克甚至讲说这个
集束弹的事情已经凸显出来，美国就是虚伪。你之前讲人家不能用集束弹，结果你现在援助人家集束弹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讲法，足以见得美国有多虚伪那再来，反美的联盟看起来更加的团结了。伊朗、古巴现在逐渐靠向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美国的政策反倒助长了反美的联盟走得更近伊朗在7月份的时候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那跟这个中俄之间搭建起更紧密的这个沟通管道，那也算是在结束了他这个全球孤立的状态反倒这个美国的政策让这个反美联盟又增添了这个伊朗这个成员，而且金砖峰会同样也是现在传出普京有可能还是会出席，根据这个基辅邮报的报道他应该下个月会直接去到这个南非8月22号的这个峰会可能会亲自出席，但现在目前官方还没有证实。但是呢，除了这个普京出席的消息之外，大家也看到有20个国家都想要加入到金砖国家，大部分都是这个比较反美的这些国家，比方像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印尼巴林所以看起来这个金砖国家已经聚集了更多反美的势力来对抗所谓的这种北约，甚至是印太北约。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跟金砖国家组织未来一定会变成第三世界的2个主要代表。那很可能就是 G20 开会之前，那开发国家就有一个会前会叫 G7 嘛，那开发中国家就会有这个金砖国家会议当做一个会前会这样我觉得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上合组织会比较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然后不断扩大的陆权联盟那他们会提出一些政治的议题这样不过这个还有待观察啦这个我觉得岸田大概大失所望他本来想说他主办这个广岛的 G7可以让他的民调大涨那结果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他民调从50跌到34他本来想要一鼓作气要改选众议院，现在我看他不敢动，对，就是内政，然后连那个核污水的排放，连日本人都觉得很反感因为你明显图利东京电力公司嘛，他东京电力公司当时是有3个提案，结果他后来用最便宜那个案子在处理最便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子，就直接倒到海里那因为事实上它的量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它只有100万吨100万吨你拿去浇水天气那么热，对不对？浇一浇降热一下就没了，不是吗？你如果认为它很安全，那我们总不好意思叫岸田喝嘛，对不对？这样太残忍了。你至少可以去浇水比如说日本有一些人烟稀少的高速公路，你去浇一浇吧，对不对？你既然认为它是安全的，对不对？你看我这建议多好，对不对？感觉会有酷死结果他就硬要去图利东京电力公司。那尹锡悦，我觉得这个议题也严重打击到他了。那个核污水是往北飘第一个受害的就是中国跟韩国。结果尹锡悦政府居然没有意见。他说我们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判断。你这不被人家 K 死才怪！海盐都已经暴涨了，那未来那个海产怎么办？不过这个天兵我就不谈他了好，赖老师。好，那个尽量不谈尹锡悦这个天兵，我来谈一下好了。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乌克兰，然后去泽连斯基那边，然后说，我提供你一些排雷的一些设备排雷的。那可是对泽连斯基来讲，他要的是火炮他我要攻击性的武器但是因为以前不敢给为什么？因为一给的话，因为俄国已经已经警告了，对，你给什么东西给泽连斯基的话，那未来朝鲜打到你本土上，就会有俄罗斯的武器，那俄罗斯提供给朝鲜的，那就不会是客气的东西了所以对尹锡悦来讲的话，他不敢给又跑去，然后又不能不给，就给他一些扫雷的排雷的。对我一个攻击方来讲，你要我去扫雷排雷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又刚好下大雨，死那么多人。那当然韩国人民众会生气嘛，对，会觉得说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所以他的声望是一直往下走
那看起来尹锡悦他现在面临还有另外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也看到从萨德开始装之后，韩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就开始逐年减少了。到现在来讲，韩国从原来的占10%，现在已经退到只有6%多，不到7%了。那也就是说，已经落在进口到中国大陆，也就是大陆的进口国或者是地区中，已经排名到第5、第6位了。那贸易的顺差转变成为逆差，这个坦白说对韩国都不是一件好消息。韩国逐步的在失去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岸田文雄是很有趣啊，岸田文雄他目前来讲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施政重点到底在哪里啊，拼命往外跑，但是呢跑的结果呢，他的声望是拼命往下掉。那拼命往下掉到他今天坦白说他也欲振乏力了。那他欲振乏力，他对于他想修宪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原本他想利用美国允许他把国防预算扩到2%，然后呢再让他的所谓的往这个正常国家发展。那么最后的这部分要修宪，看起来他的声望还有他的党的声望都已经不足以他做这件事，所以他连解散国会的勇气都不见了，因为真的是越伤越大啊。我个人倒认为有2个地缘政治的问题要思考。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在扩容，从中亚一直在扩啊，现在扩到中东地区。我个人的推断啊，上海合作组织以后在心脏地带这块区域会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会成为一个稳定心脏地带的这些国际主义。或者国际恐怖主义啦，或者是区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器啊。另外一个有关于金砖5国，金砖5国已经超越了 G7 了。未来 G7 开会的时候，越来越少人会管它，但是金5开会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人在乎，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一定要报道金5，而不是在 G7 了。好，将军。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乌克兰战争呢，现在美国已经提供乌克兰呢集束炸弹。如果这个乌克兰呢现在也在犹豫要不要用，因为如果用的话，俄罗斯一定加码报复，因为俄罗斯有更多的集束炸弹，他用打1枚集束炸弹，俄罗斯打3枚过去，那这样子会死更多的乌克兰人，而且这个集束炸弹战后的后遗症蛮大的，尤其是未爆弹的处理怎么弄？所以会变成，那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乌克兰啊，你这样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是更大的这个俄罗斯一定会加码报复，那这样子的话，对乌克兰战争的话，只会更升高到一个白热化。第二个，我们看金砖5国，因为金砖5国，我认为这跟那个 G7 的先进工业开发国家他们之间，我认为将来会被金砖5国所取代，因为金砖5国它有3大的优势，第一个人多，因为印度跟中国大陆2个的人口各14亿，加起来28亿，再加上俄罗斯，再加上南非，再加上巴西。加起来人口占全世界还没有其他加盟还没有再加进来，这些小朋友还没加进来，就已经人口占42%。你看看，30多亿嘛，就占42%，是12%人口红利多，每一个人多赚1块钱，你就看得知道这赚多少钱。这是人口的优势在这个地方，比先进工业开发国家 G7 它来的人口红利大。第二个优势，市场大，人多消费之后市场就大了。那一大的话，大家都需要这个市场。那都希望加入这个金砖市场，用金砖货币、金砖银行的钱变成这个样。那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市场大，大家会往市场大的来集中，因为市场大，它整个都变成它的按照比较利益法则，成本就会低。我产品做得多，成本就低，竞争力就强。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市场潜力大的。第三个，我要认为，因为这金砖5国它的都是开发中的国家。它的经济表现GDP 比较差的是印度，印度的话，它起飞，它的正在经济起飞。其他的，你包含巴西、包含俄罗斯、包含南非、包含中国大陆，他们的所得是介于1万到15000美元之间，那成长空间很大。这个 G7 先进工业开发国家这7个国家都到天花板，大家它的能够成长的空间非常的有限，状况之下，但是问题是，相当于金砖5国，它现在成长的空间大。那它将来的这个经济成长率7%。我们
们来看看这个馆长率领群众昨天在凯道上面发出了怒吼啊，就说，我们现在只要是质疑这个蔡政府的话，全部通通都要被抹红，变成中共同路人了。我们来听一听。我希望今天这个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希望我们总统府听到。我希望今天人民站出来，全台湾人都看到了。信这句话我一定要问，在场的人是中共同路人吗？是吗？我们跟民进党讲是吗？我们都是台湾人，对不对？不是只有民进党才有资格说他是台湾人，我们是货真价实真正的台湾人，大家说是不是？对，但是吼得很大声哦。可是民进党他们也没有在总统府里面，他们在全代会哦。所以人家在讲说，其实你对民进党讲一些道理也不见得有用啊，他终究还是要抹啊。讲了有用吗？终究会被抹红哦。因为赖清德不是讲不支持他，我们就已经等于是中共同路人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全台湾有60%的中共同路人哦，因为都不支持赖清德，4%的支持度的赖清德，但是他却可以讲话很大声嘛。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黄国昌跟馆长哦，他们现在716上凯道，马上这个台湾国的理事长哦跳出来讲说，共产党属意的柯文哲，主张和平协议的郭台铭，力推重启服贸的侯友宜，3人都不脱这个中国的一中原则，使得716布满了红色的阴影啊，又再度这样子具体的抹红了。那还有甚至讲有共青团还在帮这个黄国昌宣传哦，因为他说这个中国大陆哦，这赵天麟讲的，中国大陆集结了所有反民进党的力量，这次716反政府游行哦，共青团也来帮忙做宣传，所以现在只要反民进党，就等于是共青团，就是等于是中共同路人吗？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一分为2啊，台湾就这样子分裂出来了。那我们看看现在大陆啊，也有很多的陆生来台访问呐。那这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讲说，很喜欢台湾的热情哦。那马英九甚至连换5桌跟这个陆生来聊天。那北大102岁的生日啊，那教授还送了一个这个102岁的教授，不是102岁生日，102岁教授赠送了两岸一家亲的这个提笔哦。我们看到这个马英九讲说，两岸的学生互动浑然天成，欲罢不能哦，彼此增加更多的情谊，哪需要担心战争啊？的确啊，沟通啊跟交流就是止战最好的方法呀。可是绿营不这么看哦，他就讲说，中国有什么好学的呢？恐怕是带台生去统战吧。就说台生，就是人家觉得很奇怪了，大陆的学生来台湾也是统战，那我们去大陆又是被统战，怎么我们台湾对于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啊？怎么样？只要我们遇到大陆人，就一定是被统战，所以这种反中反到这种程度哦，真的是不得不说，这些泛绿阵营的绿脑实在是很奇怪。还有呢，讲说参观故宫的事情，就说后面的国旗又引发了一阵文章哦。马上绿营的人在讲说，怎么会我们故宫后头啊，不是有悬挂国旗吗？怎么会这样子被消失呢？难道是故宫特别配合把这个国旗弄消失的吗？那故宫的回应是讲说，只有开馆在这个9点到下午5点之间哦，才会在正馆悬挂国旗。那参访团的参访结束之后，才离院在这个前方合照，那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闭馆时间，然后所以旗也就降下来啦。因此照片当中没有国旗哦，绝对没有因为特定团体来访而移除国旗这件事情。可是你看到绿媒马上是讲说，被消失，是不是什么大陆刻意把这个图给 P 掉啊？又要这样子引申来做文章哦。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AIT 啊，跟我们要求要扩建嘛。那外交部讲说，这是非常恶毒的假讯息，这个是在离间台美啊 ！AIT 在内湖扩建哦，准备纳入2.7公顷的这个土地，可是网络上面讲说 AIT 要用鸦片战争的方式割让租界哦。其实真的也没有人这样子讲，大家是用一种譬喻，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他说要我们就要吗？难道是像鸦片战争什么？可能顶多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听到人家真的是说，这就是割让租界哦。所以外交部出租99年哦，这样子吗？跟香港一样哦。
哦，所以外交部就立刻就想说，哦，那是特定人士，就像亮哥刚刚那样子讲，跟香港。这个就是99年啊。外交部针对你来哦，特定人士发动哦，意在破坏台美关系认知作战，用意恶毒，令人发指哦，要报案处理哦。那可是我们看到内湖最强的里长啊，怒呛饭桶政府哦，说把我们当垃圾嘛。我们来听一下。把他当作邻居了，伊把咱看作啥？笨手，有这款的这苦的，这讲我是外交了。你美国来我们台湾要这么多的土地，啊，歹势哦，啊你美国啊你相对就好，变1公顷就好，互咱做大使馆就好，互咱做中华民国的办事处就好，有无？哪有对等？有这么烂的国家站在这里，然后不生，世界都无了，半个赛归堆啊！我讲最简单哦 ，AIT 来这边，哦，含去甲办公比这6、7年哦，你们有得到什么东西吗？好，所以我们看到里长都气不过啦，就讲说现在 AIT 是把我们邻居当垃圾嘛，所以这反映出来内湖民众的一些心声哦。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解放军的一些新动作，先进的055小型舰已经准备好了，大陆的航母编队的2个新悍将在这个今年之内会下水哦，船厂已经准备从干务把这个比现役054A 大、速度也较快的054B 这个护卫推出哦，那定位在这个铜版的这个迷你版的055型的驱逐舰，还有呢秀了这个封锁能力哦，大家很紧张，说哇有16艘的这个解放军的军舰哦，在我们的周遭啊，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没有这个就是你我的界限啦，好像都在我们的周遭哦。那美日的安保高挂，可是日本却是反对出兵保护台湾哦，因为看起来日本的民众国内啊反战的民意啊迟迟不愿意承诺出兵哦，所以有90%的民众是反对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内湖那天李明的座谈会，高嘉瑜也在现场啊，那游淑慧也在现场啊，因为他的条件就是你也知道嘛，只要把那个高中本来的校用地，然后转给 AIT 盖好之后，它一定变成管制区，就是说你那个2.6公顷，你以后周边的里民就无法使用了，对啊。因为它一定是管制区嘛，那你那个租约明明就是99年嘛，3亿 AIT 它一次付清，1年300万，300万租2.6公顷的校用地，那可以在上面盖建筑、盖仓库，这个我当然也想要啊，对不对？对，人家就是在问嘛，说那人家当然也会问 AIT 你到底是要干嘛？对啊。AIT 现在就已经6.3公顷了，可能更多了啊，反正加起来就将近9公顷，全世界第2大的大使馆，仅次于伊拉克了，那现在的 AIT 就已经比美国驻北京的使馆还要大，是，美国驻北京是4公顷，它现在就6点多公顷了，它有多少人？600人，600人用6点多公顷还不够用。还要再跟你租2.6公顷，然后1年只要300万台币，这个案子的真实状况就是这样嘛。外交部我当然知道，吴钊燮一天到晚这个拍美国马屁的嘛，所以要外交部的发言，我连理我都懒得理了啊。这个案子绝对不是外交部决定的啦，是国安会啦，更高的级别啦。而且我讲白了，连台北市政府都同意了，从柯文哲到蒋万安都同意，所以这个案子也不是哪个颜色的问题，是台湾所有的政党都对美国毕恭毕敬嘛。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嘛。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的李明座谈的程序，就表示台北市政府已经同意了这个用地变更嘛，不然怎么可能进入李明的座谈程序？那李明也是很卑微啊，他只是说啊，你们只要一来了，你都不跟我们互动，然后又有一块地又变成管制区，我们都进不去。所以人家只是代表当地发表一下意见，然后说你那个每次要办签证，你都不搭个棚子，那日晒雨淋，台湾那么多人在办美国签证，你有想到我们台湾人老百姓吗？你有搭过棚子吗？让人家不淋雨不日晒有吗 ？AIT 傲慢得很啊，我跟你讲，他哪管你啊？
要去美国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只是里长在那边反映意见，因为他做里长，当然就希望他周边的土地可以有更多的绿地公园啊，干嘛理用设施啊，就这一类的嘛这一类的不然你外交部要去摆平，你就建议一下 AIT 嘛，你敢吗？你吴钊燮敢吗？吴钊燮敢跟 AIT 建议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这边又扯哦，谁是同路人哦？你把他拜托你去看一下朱熹是不是99年嘛？当年清朝租香港给那个英国就是99年啊，对，人家就是这样理解的嘛。所以我觉得不要扯太远了，就讲，请问他有什么必要性要租那么大嘛？是因为香港那1000人都要过来吗？好，赖老师。我觉得馆长跟黄国昌他们把群众带上凯道希望民进党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其实黄国昌跟馆长在过去有多努力的帮民进党选举，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以前这么努力的帮民进党选举，那你要不要为以前你们帮民进党选举的时候要道歉？还是要道个歉吧？就是你怎么当时鼓动这么多的群众走上街头，然后去攻击这个另外一个候选人，攻击另外一个媒体，然后再挺这个民进党。那现在的民进党干成这个样子，那你很愤怒，那你应该要先为过去的事情跟我们道个歉吧，先道歉，然后再来表达愤怒。第二个呢，就是民进党会在乎吗？民进党会在乎群众上凯道吗？我不觉得民进党会在乎民进党不会在乎你上凯道，你要在那边住1个月就住1个月，更何况你还住不到1个月。所以民进党根本就是吃透你们，吃定你们上凯道的这一群人，根本就是你们要玩这个群众运动，跟我民进党玩小咖了。所以你们玩完了以后就回家了嘛，秀也做完了电视也拍了，然后网络也上了但是呢，又如何？我就是这样执政，又如何？就是不会解决问题吧？那有关于陆生的问题，我都不太懂，就是民进党这么没自信，然后这么小心眼，更何况就是陆生大陆的大学生来到台湾，直接跟我们的台湾的民众直接接触，他们了解台湾的民众，他们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台湾民众的良善、热情、好客。那跟他们在报纸上或是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台湾的政客的这种虚伪、恶毒、一张嘴、无能，那天差地别。台湾的民众，我们刚刚讲的，知识丰富，然后涵养好，然后各方面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的人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那是民众，那是广大的2300万人可是会去从政的，成为那些恶质政客的，他们不是台湾人他们不能代表台湾，他们每天嘴巴讲喊台湾，他们不代表台湾，只是他们掌有权力。台湾人民很无奈，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民要养家活口，要打拼，然后不愿意去搞那个肮脏的政治，他们要努力的工作，他们要每一毛钱每一分钱要赚得正正当当，那么要很挺身的做人，他们不屑做那种事，所以他们不愿意从政嘛。他们不愿意从政，所以从政的很多人就是那种政客，那种人，你们想想看，他们把台湾搞成这样乌烟瘴气，再强调他们不代表台湾人，所以民进党怕什么？你怎么会怕大陆的大学生接触到我们这些良善的台湾的民众？难道你只要我们大陆的大学生接触到你们民进党的那些恶质的政客？我不是讲民进党的政客都恶质，而是讲的是恶质的民进党的这个政客。你是怕他们接触到他们的以后说，哟，发现原来这些政客是如此的恶毒，那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修理他们。那你除非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嘛，不然你有什么好怕的啊？我觉得 AIT 坦白说超过了啦，这个真的是超过了，地方的居民都已经受不了了。那你怎么把邻居当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你是客人呢，内湖的这个地区的人才是主人呢。你一个客人到这个地方来，不敦亲睦邻，对，然后你不让你周边的好朋友都跟你住在一起，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搞得像一个堡垒，
然后你一定要把旁边的人都肃清干净，不让人靠近你。这个是敦亲睦邻吗？台湾是一个如此安全的一个地方，你要把台湾当成伊拉克吗？你要把台湾当成贝鲁特吗？然后你要再设一堆防护栏，然后呢，怕台湾的有恐怖分子吗？没有嘛，怕什么呢 ？AIT 不要怕台湾人，台湾人既良善又和平又好客，你就广开大门，让台湾的民众常常到你们家去玩嘛，你就开门嘛。你把你的那些绿地、网球场开放给当地的居民，常常去打网球，常常去那边那个吹吹风、晒晒太阳，很舒服的，尤其冬天。所以不要再要地了，敦亲睦邻，工作做得好一点吧。将军，就是动5.4A 跟动5.4B它是小型的动5.5，动5.5是目前中共最大的这个大驱逐舰，因为将来这个在海上做护卫的这个大驱，因为它标准的排水量是11000公吨，如果是满载排水量可以到达13000公吨，相当于大型的，仅次于航空母舰跟2栖作战舰。那现在的话，动5.4A 跟动5.4B也相继出来了，因为它比较小型一点，但是比较轻快。但是中共将来的话，我认为它的大驱要注意到是它的大驱，因为它现在有8艘已经下水服役了，将来陆续要完成另外8艘，总共加起来16艘，这样就可以了。原则上，中共原则上，它先空在海，它在台湾周边空军先过来活动。你看，空军到这个越过海峡中线，也到我们的训练空域，到抵近我们的临街区，它先空军。现在海上开始了，本来是2艘、1艘、2艘，后来变成4艘，现在变成9艘，最多的曾经到了16艘。你看，它变成先空中，在海上，先夺取空权，再夺取海权。变成这样，它有这个步骤，常态的联合战备警巡，就是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包围圈，这是它的一个战力圈已经形成了，它的战力值包络线到达台湾的这个临街区的这个地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方面，中共在先空权，在海权，它是有步骤的，一步步走。那我们再看日本，日本讲到的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我认为这个是打假球。这个既然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这个有些事要先做啊。你这样的话，第一个，我认为有4件事情要去做，结果日本通通没有做。第一个，派日本的自卫队的军官到台湾来驻台，驻台武官没有派，他现在派的是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文职人员、自卫官，是文职的，不是现役的军官。我认为派啊，你既然基本上他也是，为什么连一个全台湾没有日本的一个军官在住在那边当个这个住在台湾这个当武官呢？没有。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日本有很多演习，为什么邀请我们台湾去做观摩团呢？成立个观摩团，你派个10个、15位这个各个领域的人事、后勤、作战计划、这个通知电、各种的，还有陆军、炮兵、空中，还有海军等等这些，派个观摩团过去，应该这个样子。我认为，但也没有做啊。那第三个，是不是在这个台湾的周边，日本的海军常态性的都有通过台湾周边的海域，不管是花东外海，还有这个巴士海峡，可以做一个海上的救难演习、救护演习，有没有做呢？也没有。你这样的话很陌生呢。你现在通过台湾那么近的周边海域，你海上救难、人道救援，来互相演练一下，这个我们的无线电的频道能够互通，这个也是个默契啊。有没有做？没有。第四个，我要认为是不是要有一个空中模拟的攻防？日本的自卫机不是经常紧急起飞？去拦截那个共机，拦截俄罗斯的飞机。有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花东外海做模拟攻防？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这个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模拟的空中攻防，这看起来事小，但是问题是演练的时候，这种军事互动的默契就比较大了。那4件事都没有做，我认为日本是打假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